睡眠对于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有研究表明，早睡早起占据了人体健康因素的 70%， 而心态、饮食和及时的调理各占 10%。 因此，早睡早起对于健康的重要性显而易见。在白天，我们消耗能量，而在晚上，睡眠则是我们充电的时刻。如果晚上只充了 50% 的电，而白天却要释放 100% 的能量，那么这额外的 50% 能量就来自于我们的五脏。在古代文献中，五脏被称为五藏，其中藏字意味着贮藏，而五脏贮藏的就是人体的精华。长期缺乏充足的睡眠会对身体造成严重影响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一个人持续缺乏睡眠长达15年，他的身体状况可能会显著恶化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年轻时往往感觉不到任何不适，而到了40-50岁时，各种疾病就可能接踵而至。实际上，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，是量变到质变的转化。类似的，月球的引力能够引起潮汐现象，使广阔无垠的海平面产生巨大的变化，而太阳的质量是月亮的2000多万倍，体积是月亮的6000多万倍。这些天体之间的巨大差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车辆需要定期养护，以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。同理，人体也需要定期的养护来维持健康。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养护生命的意识，只在生病后才考虑如何治疗，这可能并不是最佳的解决方式。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，有意识地考虑我们的行为是否符合养生之道。通过持续的实践和培养，这种意识最终会形成习惯。这种习惯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，以及事业和工作都会带来很大的益处。我们的身体和自然界一样，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律来养护。例如，中医理论中提到春夏养阳、秋冬养阴的原则。一年分为4季，一天也可以看作是这一年的缩影。具体来说，凌晨3点到上午9点可以看作是日春，此时阳气从肝脏开始生发，就像春天播种庄稼的种子。9点到15点为日下，阳气在新生长，就像庄稼在阳光的照射下茁壮成长。15点到21点为日秋，阳气开始逐渐收敛到肺部，就像庄稼成熟需要收割。21点到凌晨3点为日冬，阳气完全潜藏，就像收获的庄稼被装袋入库，为来年的播种做准备。这个过程就像一个无始无终的循环，缺少任何一个环节，都不会有良好的结果。从理论上理解这些规律后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如果我们经常感到身体不适，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某个环节上出现了偏差，没有遵循自然的规律来养护身体。一年有24个节气，代表着自然界气候变化的24个重要节点，而一天也可以看作是这一年的缩影。同样有24个节气，
比如凌晨3点相当于立春，4点相当于雨水，5点相当于惊蛰。惊蛰意味着冬眠的动物在这个节气惊醒，包括熊、蛇、青蛙、虫子等。它们并不是被人叫醒的，而是能够感觉到天地之间阳气的变化，因此它们会自然醒来。人类是高级动物，但现代社会中，人们由于过多的自我削弱，对自然界的感知度有所下降。有些人会在早上5点左右自然醒来，而有些人则仍然沉睡。人体内的变化与自然界中的阳气变化相呼应。在5点左右的惊蛰时分，人体的阳气应该开始生发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。要使阳气生发，只有一个途径，那就是主动起床活动。即使前1分钟还躺在床上感觉特别困，但一旦真正穿衣服起来活动，阳气就会生发，人就会感觉不困了。阳气在早晨5点左右开始生发，是因为人体与自然界保持一致，遵循着自然的节律。在这个时候，人体内的阳气应该开始生发，以迎接新的一天。如果在这个时候起床并活动，可以有效地帮助阳气生发，从而感觉精力充沛。即使活动后感到困倦，也可以再小睡一会儿。从24节气的角度来看，早起对于身体健康至关重要。早上的阳气生发，是人体健康的基础。关于多少的概念，确实是一个相对的、多维度的。从不同的角度来看，同一样事物可以被视为多或少。比如一根筷子，从不同的角度观察，可以看作是一个点，也可以看作是一条线段。早起或不早起，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。从时间上看，早起可能意味着失去了睡眠的时间，但从健康和效率的角度看，早起可以帮助阳气生发，提高生活质量和效率。就像农民在春天播种一样，早起和活动是身体健康和成功的基础。早起或晚起，多或少，得失之间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。关键在于我们想要得到什么，失去什么。没有早起，确实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。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在评论区留下养成早起的好习惯。首先，早起可以被视为春天播种的过程。对于一天来说，早起就像播种，帮助阳气生发，从而保证一天的精神状态和效率。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，就像错过了春天的播种，可能导致一天的能量和效率不足。第二，体内的阳气如果不能在早晨得到释放，可能会转化为体内的火气和酸气。早起的人通常感觉更有活力，而习惯晚起的人可能会感到疲惫和无力。长期晚起，体内的阳气不能正常生发，可能导致情绪不稳定，甚至脾气暴躁。从健康的角度来看，
体内阳气的不正常积聚可能还会导致其他健康问题，例如体内的酸气可能腐蚀肾脏，导致肾病。据统计，全球大约有8亿人口患有肾病，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与不良的作息习惯有关。早起和早睡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习惯。对于那些晚上难以入睡的人来说，早起可能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。早起后，中午适当休息半小时，下午通常会感到更加精神焕发，而晚上则更容易感到困倦，从而有助于早睡。打破晚睡晚起的恶性循环的关键在于养成早起的习惯，这不仅有助于调整生物钟，还可能帮助改善睡眠质量。对于孩子们来说，早起学习是一个良好的习惯，但同时要注意，如果早上很早起床，可以在上学前稍微休息一下，比如小睡一会儿。家长在鼓励孩子早起学习的同时，也应注意孩子的学习效率。有些孩子晚上很晚睡觉，但并非都是因为刻苦学习，而是因为回家后没有立即投入学习，而是先进行一些放松活动。家长可以建议孩子回家后立即开始学习，以提高效率，从而有机会早点睡觉。第三，睡眠质量不仅取决于睡眠时间的长短，更关键的是睡眠的时间段。晚上9点到凌晨3点是人体补充能量的关键时期，如果在这段时间内睡觉，可以更好地恢复精力。即使你稍晚入睡，至少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。但如果这个时间段你完全没有睡眠，那么你错过了身体恢复的最佳时机，这会造成一些难以弥补的损失。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时机，那么事实就是如此，没有其他补救措施。个人的睡眠习惯是由个人决定的，但自然规律是不会因个人的选择而改变的。中医时令养生强调的是人的行为应与自然节律相协调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中医可以被视为一种时间医学，即人的活动应该与自然界的变化相呼应。如果你想利用自然提供的健康机会，你就需要遵循自然的节奏。如果你想充分利用自然的节律，你就需要按照自然的时间表行动。如果你睡晚了，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早起。这可能听起来有些矛盾，比如你夜里1点才睡觉，补救方法却是早上5点起床。但确实如此，起床后适当活动，甚至可以再小睡一会儿，但不应再次睡到中午。晚上不睡觉会严重损害阳气，而早上不起床也会削弱阳气。简而言之，晚上不睡觉就像在冬天把家里的粮食都扔掉。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在春天辛勤劳作，播种下种子，期待秋天有个好收成。早起虽然看似矛盾，实际上却是一种有效的健康策略。早起实际上只需要1分钟的决心。很多人觉得不可能，但实际上很简单。你可以尝试一下早起的体验。早上5点起床时，
你可能会经历一些心理上的矛盾，比如想要起床，却又感到非常困倦。这种矛盾是很常见的，但一旦你真正起来并稍微活动一下，比如散步、跳一跳或者做一些伸展运动，你会立即感觉好多了。起床后的活动会帮助你体内的阳气生发，让你感觉不再那么困倦，反而会感到轻松和舒适。这种体验会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早起对健康如此重要。我们经常强调早起对肝气的影响，但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这一点。当你亲自尝试早起并体验到身体的变化时，你就能更好地理解早起的益处。早上5点还在床上躺着，或及时醒来却懒得起床，这些都是肝气没有生发或阳气没有生发的表现。而一旦你5点起床并活动，你的阳气就会随着你的活动而生发。早上5点起床并活动，就像在体内迎来了春天。根据《黄帝内经》的说法，没有春天就没有夏天，没有春天的生发，就不会有夏天的生长，更不会有秋天的收获和冬天的储藏。一天之内也有4季的更迭。所以当你早上5点起床，你的身体与自然同步，一天之内会经历春夏秋冬4个季节。这4个季节是相互关联、环环相扣的。没有春天的生发，就没有夏天的生长，更不会有秋天的收获和冬天的储藏。如果你错过了春天的生发，那么接下来的季节都会受到影响，就像一个恶性循环。没有耕耘的种子，第2年春天就无法生长，如此恶性循环。我们强调在早上5点起床是非常重要的，最晚不要超过6点。起床后进行一些活动，无论是阅读、写作还是其他任何活动，你都会感到头脑清醒。5点起床有助于少阳、阳气的生发。少阳就像初升的太阳，如果在5点之前不起床，就像一天中没有太阳，一年中没有太阳。人体内缺乏太阳，也就是缺少阳气，这可能导致健康问题甚至早逝。为什么5点时还会感到特别困呢？这是因为你的身体没有跟随自然的节律。5点是惊蛰时分，意味着冬眠的动物开始活动。同样在人体，阳气也开始涌动。如果你早起，阳气就能生发，你就不那么困了。如果你5点不起床，你躺着不动，肝气就生发不出来，所以你会感到困倦。如果你实在非常困倦，你可以尝试5点起床，活动10到30分钟后，再躺下睡回笼觉。这时阳气已经升起，再睡觉就不会压抑阳气，这样你在起床后会感到轻松愉快，工作和学习的精力也会更充足。否则你白天可能会感到疲倦，总是打哈欠和打瞌睡，精力不足。很多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习惯了晚上不睡，早上不起。他们可能认为自己身体很好，没有问题，但是
你可以向身边体弱多病的老年人询问，他们在年轻时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想法。这些人都曾经历过那个年龄段，等到他们相信人不能与自然对抗时，已经为时已晚。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，晚上睡觉到早上醒来时，感觉时间过得很快，而如果是白天睡觉，即使睡得非常困倦，也会感觉时间过得很慢，醒来时可能只睡了2-3个小时。这是因为晚上睡觉时，太阳位于地球的另一面，此时地球的引力向下，属阴，人的阳气也随之下沉，所以睡眠深沉，充电效果好。相反，白天太阳在我们的上方，引力向上，属阳，人的阳气也相应上升，睡眠状态就会比较浅。无论从时间质量还是健康效果来看，白天的睡眠都无法与晚上的睡眠相提并论。我们常说的早睡早起是非常重要的，睡眠是第一大补，是自然的补充，人工的补充无法与自然的补充相提并论。睡眠在养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，如果可能，最好不要上夜班，因为上夜班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，这相当于在与太阳的引力对抗。如果工作确实需要上夜班，那么最好避免3班倒，即今天上夜班，后天上白班。这样的轮班工作相当于天天在调整时差，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利。如果你真正理解并按照这些原则去做，你就已经掌握了健康长寿的70%，其余的30%包括心态、饮食和及时的调理。现代人常常本末倒置，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医疗和药物上，而忽略了自然的能量。人在天地间只是一粒微尘，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，才能长久生存。当微尘脱离自然时，就会随生随灭。睡觉的姿势其实也大有讲究，在佛教修行中，睡姿的选择非常重要。正确的睡姿，如吉祥卧，被认为是对身体有益的，而错误的睡姿则可能带来不良影响。吉祥卧的具体姿势是右手托头，左手放在膝盖上，腿部弯曲。这种睡姿有助于早晨醒来时感觉神清气爽，为一天的生活提供斗志。吉祥卧在中国古代就已经被重视，与现代科学研究相吻合。由于胃部的结构特点，吉祥卧有助于食物在胃部的自然排空，从而促进消化。然而，生活中保持固定的睡姿并不容易，因为人们在睡眠中会自然地变换姿势。为了长期保持吉祥卧，可能需要一些外在的辅助条件。虽然很多人开始尝试吉祥卧，但由于需要长期坚持，它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。吉祥卧的效果需要时间来显现，并且需要持之以恒的实践。虽然这种睡姿对健康有益，但人们需要有耐心和毅力来养成这种习惯。